发现能成就的事超乎想象，换上了新人眼光，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。我们并不一样，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。都曾误解失望，也曾怀疑感伤，还是遇见真的心，用爱一起分享。别害怕去梦想。Never give up， 向前闯，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，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，汗水和眼泪在飞扬。拒绝半途返航，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痛哦！怎么会这样？要不要去挂急诊？不要了，天亮再说吧，免得惊动爸妈。你可以忍到明天吗？也只能这样了。小姐，我要挂号。挂骨科，郑玉珍。谢谢。慢慢走，小心一点啊！慢慢来。不是静，阿公，妈，你是安样讲？医生说严重扭伤了。扭伤哦？不过已经打了消炎针，也开了药了。哦，哦，没事啊，妈。玉珍，是不是这些？谢谢。公，如真要伤成这样，怎么上课？妈，你不要担心啦，我已经打过针，也吃了药，现在不痛了。不是痛不痛的问题，是你到学校要怎么样走路？我有拐杖啊，小心一点，慢慢走就好了。我以为是正光哦，他请半天假带你去看歌，没想到你也只请半天假，请一天假都做不到。阿妹，玉珍在家里坐不住啦，而且私立学校就是这样子啊。就是这样子，我才不相信呢！难道做老师就不能生病啊？妈，是我坚持要去学校的，我一请假耽误了学生的进度，学校还安排补课代课，很麻烦的。更何况我是脚受伤，是走路不方便而已，我坐着也可以上课啊。就是又受伤才不方便啊！你到学校不是要爬楼梯啊？你现在走路都有问题，要怎样爬上去？我可以背玉珍啊。你背他？走背走背。哎，你们快来看，那是曾老师哎！曾老师的脚踝受伤了哎。那是曾老师的先生哦，好帅哦！哎，同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是曾老师哎。曾老师啊。哎，曾老师脚受伤了。
我知道啊，看就看嘛，我背自己的老婆有什么不对？老师，你的脚。老师的脚扭伤了，没事。他是我们班长，连任哦。这是师长。师长好，我叫罗新慧。你好。老师，我先帮你把包包拿到办公室放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摔成这样，怎么不在家休息啊？对啊，你一定很痛吧？还好啦，只是走路不方便，不影响上课的。我的位置在那边。来，小心，小心。老师，请坐。小心哦。OK 啊，小心。谢谢。新慧，谢谢你。麻烦你去请曹启忠过来一趟。好。我去车上拿拐杖。玉珍就麻烦你们了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好辛苦哦。不会，应该的。要不要我跟你去拿？待会你就不用跑一趟啦。不用，你们忙，反正我也不赶，已经跟公司请假了。曾老师，你先生好体贴哦，看起来人好好。对啊，还好啦，他就是这样，一直都这么热心。这跟热心不一样吧？并不是每个做先生的都愿意放下他的工作，每天背老婆上班的。早上听说你扭伤，请假看医生，我还在想说中午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你，问看你怎么样了。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来上课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可是这样真的很不方便。我已经想好因应方法了，所以才会请班长去叫英文小老师过来。而且我先生已经跟公司讲好，他每天会接送我上班下班。如果有事的话，他先把我载回家，然后再回公司处理。每天接送的意思是每天背你上3楼，然后再背你下3楼哦。我想在我脚没有好起来之前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好幸福哦。Hair. Do you know the girl with long hair? OK， 这就是这一课重要的句型。我们今天重要的例句呢，是曹启忠帮我们抄在黑板上的。班上2位英文小老师曹启忠跟魏艺柔最近会比较辛苦，下课的时候他们要到老师办公室找老师拿教案，然后拿去影印或是抄在黑板上。所以我们大家谢谢曹启忠跟魏艺柔。好，那至于你们要怎么轮流来办公室找老师，就请你们自行协调。好，现在老师要抽号码，抽到的人站起来，把黑板上面例句念一遍，要看看你们的发音哦。6号。Smoking isn't a good habit. 再一次。Smoking isn't a good habit. 好，曾博顺。habit 这个字，那个音标像蝴蝶，有没有？你看老师的嘴唇 ，habit 是不是说要把嘴巴压扁 ？habit， 再一次。快点，就这张。老师，对不起，借过一下。过。又玩什么花样？王老师好。你们好。老师，请坐。这是。老师，你拿着拐杖上课已经很辛苦了，要走回办公室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是不是想到可以用椅子推老师啊？真的，而且这样比较快，你脚也才不会痛。亏你们想得到。陈老师，包包给我。小心哦。来，包包放上好了。好，老师坐好了，我们要出发喽。结果下一题。哇塞，好像
酷哎！到了，谢谢你们哦。老师，我们也跟其他班级协调过了，每一节下课和上课前都会有人来推你。这样不会太麻烦啊？不会啊，老师脚受伤都来上课了，我们出点力也是应该的。真的很谢谢你们哦。不客气。技巧跟体力都已经很好了。之前我中了，我可没这么说哦。你怎么不叫我呢？来啊，分你。我想试试看自己慢慢走下去哦。不急啦，你现在可不能再摔跤一次了。来，你看，分你。小心哦。快开会睡啦。妈睡前特别交代，要我提醒你喝大骨汤。她说，大骨汤可以补充钙质，帮助骨头复原。我已经帮你热过了，待会你趁热喝哦。来。等一下，我先放它一点。小心。我受伤以后，真是太麻烦你跟妈了。家事跟照顾小孩的事情，你们都做完了。一家人本来就是这样啊。以前妈脚受伤的时候，你不也是这样做？这样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对哦。你要写给英文小老师的笔记还没写好吧？我帮你整理一下。不要忙了啦。好了。报告女侠啊，不，请问女王，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不要闹啦！我是在想，雨这么大，明天怎么办？下雨啊？哪有什么办法？一样背你去啊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淋到一滴雨的。谢谢你哦。还好你没淋到，擦一下。我先背你进去，等一下再去车上拿拐杖和你的袋子。好。
哎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今天早上的雨啊实在太大了，一路上都在塞车。哎，你们继续开会啊。张副总，你要不要先去换件衣服啊？换衣服不需要吧？冷气吹一吹，很快就干了。那样会感冒啦，副总。感冒了你就没有体力，天天背夫人上下班喽。副总，雨这么大，夫人还是不请假在家休息啊？请什么假？难道要他每天躺在床上？虽然他走路不方便，但是一样可以讲课啊。可是副总这样很辛苦哎。当先生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。老婆生病了不照顾，结婚做什么？对不起。好了，继续开会。我今天早上啊，被那一幕感动的眼泪差点流下来了。你这么容易被感动啊？不只是我哎，还有很多老师啊，对曾老师是既羡慕又嫉妒的。你看他教学上那么风光优秀，家庭呢又幸福美满，先生那么爱他，简直啊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。其实我们看到都是表面，说不定啊，曾老师他私底下跟先生相处的时候，是一位又温柔又依赖的小女人哦。也有可能。哎，黄老师啊，你跟曾老师比较熟，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和他先生的恋爱经过啊？他很少聊私事哎，我只知道他跟他先生是在大学时候开始认识的，其他一概不知。这么想知道，为什么自己不去问曾老师啊？我才不敢呢。说真的，曾老师啊，不是一眼就让人家觉得亲切的人。不过，我也因此更好奇他和他先生到底是怎么样培养感情的。也许是他前世烧香拜佛比你亲。好了，不想了，免得啊有人以为啊我想结婚想疯了。不过啊，今天早上那幅画面实在太感人了，让我不禁想起《诗经》里的2句话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所以呀，我忍不住啊就。什么啊？你们念中文的人，不免也太多愁善感了吧？你可不能泄密说是我写的哦。好。OK， 王永正、维安，谢谢你们哦。客气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人死生相许。谁写的啊？写给我这个做什么？黄老师，你看，有人在我桌上留了这个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？不过这看起来不太像是学生的字哦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但是，不管是谁，应该啊都是被你先生对你的体贴而感动的。你不知道啊，最近啊，老师们都私底下在讨论，说真的非常希望可以找到像你先生这么体贴的好对象。没想到这样也能成为话题。你不觉得自己很幸福吗？在大家眼里，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幸运也是最幸福的女人哦。我是世界上最幸运也最幸福的女人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叫人死生相许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死生相许，这会不会说得太严重了？再重也没有我重。你这样天天背我，真的不累？你怎么这么讲？我早就决定要背你一辈子了。你背了我们张家5年的负债，一句怨言也没有。我背你1、2个月算得了什么？
如果我先走了呢？我不会让你先走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。我绝对没办法承受你先我而去。生死又不是你能决定的。我不管啦。怎么讲话跟小孩子一样？管他大人还是小孩，谁要把你带走，我就跟他拼命。拼命？要是拼了命的结果是你先我而去呢？哎呦，好好的，你干嘛讲这些生啊死的？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就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啊！想这么多做什么？就为了那张字条。睡吧，很晚了。正光，如果你连生死都不愿意面对，当有一天命运之神真的来敲门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还好吧？不会累吧？再上一堂课，我们的 topic 是什么？现在进行式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例句。We learn many new words. We learn many new words. 急呀，我怕课上不完。慢慢走，来，快到了，加油，快到了，大卫好厉害啊！好，哇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好不容易过了脚受伤这一关，我要相信我自己，我没问题的。哇，好香啊！哦，是的，我没问题。生命中的每一个难关跟意外，我总是这样笃定地告诉自己。事实也一再证明，我真的没问题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万万想不到，好不容易痊愈的脚伤，竟然只是一个警讯。隔年的春节假期里，一个更大的挑战出现了。阿高，哎，进来一下。玉珍要你帮他打啊。怎么了？手气不顺啊？没有，可能坐太久，头有点昏，我去洗个澡好了。哦，没怎么样吧？
正光啊！110/85降下来了。谢天谢地。护士小姐，请问这一瓶要打到什么时候？应该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打完就可以回家了。回家？刚刚李先生不是才在问有没有空的病房吗？病房？我为什么要住院？正光，我不要住院，我不要住院。你先别激动嘛，我是想安排让你住个1-2天，彻底检查一下啊。我又没有病。太太，你不是没病，你只是没有立即的危险。那至于什么原因造成你血压这么高，现在医生还不能确定，所以你先生他才会希望你住院观察，还有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可是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是急诊室进来的，刚刚血压高到160几，心跳每分钟130几下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哎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们商量一下，等下点滴滴完了再叫我。好，谢谢。我要回家。你才刚来哎。你知道我不喜欢医院，就算要检查，我们可以改天找时间再来啊。住个1-2天，忍耐一下啦。我宁可回家，我也不要在这里，在这里我没有办法休息啦。那好吧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来检查。打勾勾。一定要来哦。好了。睡啦，你也累了，让爸妈等门等到这么晚，真的很过意不去。他们不放心啊，你自己没看到，你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样子都令人担心啊。啊，破坏过节气氛，让大家虚惊一场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这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？谁喜欢生病？谁不会生病啊？你放心啦，反正这也不是什么重病，顶多就是血压高，以后注意控制就好啦。更何况我已经打了针、吃了药，一切都按照医生吩咐做了。现在只需要好好睡个觉，等到明天天亮，就天下太平，一切没事啦。好了，睡觉。差点忘了，我去帮你把水倒满，免得你醒来口渴没水喝。先睡觉啊。正光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是觉得我很幸运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寒假，下个礼拜才开学，等到开学的时候，我一定已经好了，就可以正常上课，这样还不够幸运啊？是很幸运。拜托你不要再想学校的事了，好不好？赶快睡觉。光靠幸运还不够，明天我一定要拿出更坚强的意志力，让自己赶快好起来。但愿明天的玉珍能和以前一样健康。玉珍，今天开学第一天，不要太累喽。我知道，拜。拜拜。
fact, factory, factory。好，我们再来讲一次 factory。如果要变成复数的话，就是去 y 加什么 ？ies。Excellent。factory 就是要去 y。没事，没事。老师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们大家先自己自习，老师去休息一下。各位同学，这堂是什么课啊？英文课。校长，曾老师，学生不是说你身体不太舒服，我正想到教室休息室去看你呢。谢谢校长关心，我已经好了。你可以继续休息的，曾老师，你实在是太认真了。学校有你这么优秀尽责的老师，真的是太荣幸了。校长您过奖了，学生还在等我，这是我这一学期第一堂英文课，我必须要有始有终。我进去了。哦，好的。不过你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就不要勉强，毕竟身体健康最重要啊。我知道，谢谢校长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刚刚我们讲的那几个单词，我们再来念一次。好，每个字念3遍。来 ，fact。
想再做检查了。如果不做检查，怎么知道你到底怎么了？做了又怎么样？你听那些医生说的话，不是等于所有检查都白做？检查之前说什么，一定要做详细的检查，才能确定病因，做出正确的评估。结果呢，检查做了，报告也出来了，他们却又说一切都在正常的范围，无法判断，还不能肯定。你叫我怎么相信那些医生所谓的专业？玉珍，医生不是已经排除了心脏病和恶性肿瘤这些我们最担心的问题，所以这些检查也不能说全是白做的啊。可是最重要的是，我得的是什么病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些症状？还有他们要怎么治疗我？这些都是我最在乎的问题。那些医生根本是一问三不知。你先别这么激动嘛，你一激动血压就会升高。先躺下好不好？我去倒杯温开水让你吃药。还吃药？既然不能确定病因，为什么还要开药给我？好，给了药，那为什么要说还要继续观察？有必要的话再安排做进一步的检查。这话跟敷衍有什么差别？既然不知道病因，为什么要我吃药？我不想吃药，吃得这么不明不白。玉珍，医生有说啊，这些药可以解除或减轻的血压高和失眠的困扰，并不是所谓的安慰剂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医生并不是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没说出你预期想要得到的明确答案。医生不是说，你的不舒服很可能是长期累积的压力，或是情绪紧张所引起的，不是吗？这种话谁不会说？还需要那些医生说吗？我都不知道听过几次。曾小姐，如果大家都这么说，那就表示是造成这些症状的原因哦。现在你变医生了。好啦，先吃药啦，吃了药好好睡觉，醒来我们明天再继续讨论，好不好？干嘛跟我说谢谢？因为你不吃药，我会担心；你吃了药，我就安心。所以我要谢谢你，让我安心。谢谢你，我亲爱的老婆。哪验中医然？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叫正光打电话给你啊，你跟他说比较清楚。嘿。还是一样啊，就那样啊，做一堆检查哦，都检查不出毛病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心情当然不好呢，这1、2个礼拜啊，我看他都瘦了1圈。嘿，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嘿。哎，老公。妹。谁打电话问玉珍的事啊？我大嫂啦，我大嫂讲，她哥哥的朋友，介紹伊跟中醫人。中醫哦？係啊，其實生意可唔好，就去看中醫，說不定變得很有辦法哦。我大嫂講哦，他哥的朋友，如果你們要去的話，可以打電話給醫院啊，先打個招呼。好了。我会找时间跟玉珍说了。她好不容易睡着了，现在别吵她了。好嘞，好嘞。
阿梅早。哎，早。嘿，今早该睡哦。昨天一夜没睡好，我今天帮他请了1天的假，让他好好休息啊。带阿凯回去上学了。哦，记得要张出门，加洗澡，加洗澡。但若真瘦脱来咧，你没瘦脱咧。走。我还好啦，妹，是玉珍瘦比较多。安妞，你大嫂不是说那个医生紧出喵没？针灸染毛好，到底几时才会好呢？阿妹，医生有说不会那么快好啦。现在就先1个礼拜去针灸1次，如果效果有限，医生是建议再做放血试试看啦。你嘛该多功试试看，不是把玉珍当作试验品哦。到底若真宝嘛该偏啊？医师有没有说清楚？现在医生也不敢太早下判断啊。他说，可能是一时的情绪引起的身体反应，又说可能是提早进入更年期的症状。更年期？若真这样给多水听听，你有可能更年期。什么都跟西医说的一样。都没答案，还说要什么放学哦？哦，我听到就干哦。好嘞，该现在去上班。太可了，而且你找时间，还不用，不能正补身体。我听说点都好有好用。阿妹，现在玉珍不能随便吃补啦。忘了，他血压高哎。来弟啦，我当然会把玉珍的情形跟他说清楚。好嘞，开始了。这一帖药啊，是以安神跟安眠为主啊，药性很温和。他现在哦，白天吃不下，晚上睡不着，我看了都很心疼。那你说你那个小媳妇，去看很多医生。都查不出什么原因，也不知道生什么病。那你有没有去那个庙里去问问看呢？看是你去刷掉啊，还是讲去换到什么太水啊？哦有哦，我早就想过了。可是哦，他们现在年轻人哦，好像都不信这个呀。我儿子是在电子公司上班，媳妇是老师。我如果跟他们说，叫他们去庙里问哦，他们会说我迷信。头壳坏气。老师先讲解到这里，现在呢，老师会把例句抄在黑板上，你们先抄起来，等一下我们再来一起做解释。看老师怎么了？我觉得老师一定是太热才会生病。如果请家长来关心，会不会比较好啊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珍珍老师这学期开学以来，整个人感觉不太对劲。他不晓得生了什么病，也请了好几次假。吃药？有啦，我都有吃。我们只知道老师常常头晕。头晕哦？妈，你的客人这么多，你有没有听过哪个医生比较好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个病人，因为到现在为止。还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我到底得了什么病。我知道我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连我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。你永远是你，你一直是我所熟悉的曾玉珍，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因查孙啊，有我这个地址啦，听讲吼是去这个所在问的吼，才医好的啦。只是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这个也是五鬼地心啦，我能亲入。我不是要求心安，我是要好起来。现在谁可以让我好起来，我就相信谁。玉珍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只要你若诚心诚意，照我的意思去做，回去了后，你马上就会看到效果。玉珍，玉珍，阿梅，玉珍要昏倒了，准备过10名注射。玉珍，你要撑住。医生，麻烦你让开。
界有